新种族大战谁将获胜？除了人手精矮4大元老之外，4个新势力加入，他们分别是狼人、吸血鬼、哥布林、雪怪，坐镇4角，冲击冠军。本期只有1处黄金，不过占领方可以获得神秘角色的支援。那么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一族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。可以看出，新老选手的开局领地是不同的，老朋友拥有更大的本土，结构独立且坚固；新朋友则从圆形领地出发，外侧有护卫岛进行调度。50年，哥布林触碰黄金线，因此宣战开启。63年，吸血鬼宣战矮人。新种族有新特性，在这冷白皮的外貌下，能力是有几率将敌人转化为同族，即血缘感染。强大的身体素质让吸血鬼迅速摧毁了矮人领地，在首场战争中，老朋友处于下风。然而，没想到这么快，新老合作就出现了。64年，狼人与精灵组建联盟，只因狼人小伙子与精灵女王恋爱了，两族进行联姻，促成战力的提升。65年，雪怪宣战兽人。要说起这雪怪，他们出生于冰天雪地之中，因领冬之力具有4大属性加成。虽然如此，在面对兽人这种凶猛进攻型选手时，雪怪没有发挥出优势，让敌人攻入了自己的占领地。67年，作战不利的矮人剑走偏锋，占领了雪怪的护卫岛进行插针。同样这么做的还有兽人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哥布林完全没有发现，只顾宣战了位于北方的狼人精灵联盟。这么大胆的原因，是因为哥布林的贪婪属性导致他们不希望与对面瓜分黄金，于是导致了这场以弱凌强的战争开始了。江湖有句传闻，跟狼人的凶残比起来，兽人只能算是和蔼可亲。在联姻后，狼人一族甘当护卫，配合精灵争夺黄金之地。柠檬怪哪见过这种场面？小哥布林吓得找妈妈。黄金之地是防不住了，于是哥布林大军开辟了第2条战线，与狼人单独碰撞。69年，哥布林掌控的那一半黄金之地果然失守了。第2战线虽然有了突破，但家也快没了。第1战线的敌军一顿输出，把哥布林控制在了家门口。突然，人类瞅准时机宣战哥布林，是时候该惩戒一下这几年哥布林的强盗案件了。72年，矮人也正在淘汰的边缘游走，就看谁先撑不住了。96年，在贪婪之下，哥布林获得了3个敌人，因此率先淘汰，大量失窃的财宝被发掘了出来。同年，矮人岌岌可危，只能祈祷吸血鬼赶紧入眠。77年，吸血鬼因阳光暂时停战，兽人开心一乐，哥布林之地难道要归他们了？于是，为了开发新地盘，兽人也打算和谈了。81年，想要幸存下来的矮人送给了吸血鬼1吨防晒霜，两族因此达成结盟，各族再次发展起来。直到87年，人类主动宣战兽人，没过几天，狼人精灵联盟也宣战了。原来在这儿等着呢，这3族竟然又联手了。从北打到南，兽人这次弱势的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。同时，吸血鬼矮人联盟也宣战了雪怪一族。这次作战中，吸血鬼为主力，第1次尝试冰阵雪，矮人只管吃瓜，在护卫岛坐享其成。91年，雪怪从地图上消失了，而下一个即将轮到兽人。92年，突发状况，雪怪将护卫岛的矮人取而代之。他们没有被淘汰，而是藏到了冰雪之下，潜伏了若干天。好死不死，兽人就快被淘汰，他们竟然走在了雪怪的前面。96年，兽人战败，当然也没有小强基因发挥了作用，让兽人也复活了。进攻的一方毫不知情，该停战的停战，该分手的分手。到了106年，狼人和人类选择加入吸血鬼矮人联盟，目的是为了抗衡一下精灵。首个任务便是解决幸存的兽人，这让他们没有像雪怪一样幸运。在109年，兽人彻底淘汰，结族的4盟为了促进合作，起了一个新名字，以吸血鬼为创始人。改名后，吸血4子诞生。雪怪一看也想申请加入，很快被拒之门外。精灵只好添油加火，对雪怪宣战。17年，吸血4子也复合宣战了。雪怪这波复活跟兽人一样，重生了个寂寞。眼下情况就比较明显了，吸血4子大战精灵。不要忘了，精灵获得了黄金之地，因此有足够的财力购买雇佣兵。突然间，狼人的领地出现骷髅军团，不是4子吗？每族各孵化200名骷髅兵进行进攻。不过到了吸血鬼这里，骷髅竟然没有出手。情报得知，吸血鬼与骷髅不会产生敌对。
就这，骷髅军团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啊！精灵一族实属无助，在134年战败淘汰，目标完成了，吸血鬼4子也该解散了。新的领地争夺让矛盾重新诞生，矮人宣战狼人，吸血鬼宣战矮人，人类宣战吸血鬼。曾经的队友如今全部反目成仇，走的就是一个狗血的权力之争。159年烈士战争，矮人率先淘汰，人类开始举兵讨伐吸血鬼，成为了流传至今的主流故事。165年，人类政府成立专门的猎鬼骑士团，他们否认吸血鬼具有善性，并在民间进行悬赏，期间甚至出现了半人半鬼的猎人。战争持续了近100年，到了261年，在有效控制吸血鬼的活动范围后，人类不再主动进攻，而是雇佣狼人对吸血鬼进行猎杀，而人类则对没有任务的狼人进行处置。276年，在人类的主宰下，狼人和吸血鬼的存在变得微不足道，猎杀和悬赏仍在继续。296年，狼人一族战败，吸血鬼仍未有效扩大，人类虽伤亡惨重，但结果已然成功。308年，终局一战，人类 vs 吸血鬼。353年，吸血鬼一族淘汰，因此恭喜人类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